Hello， 大家好，我是宇哥。今天呢，我们来讲张祥前第二部。他自称的19岁被外星人抓走还告诉了他好多关于宇宙的秘密。那么这本书的名字呢，就叫《果克星球奇遇》。这是一本科幻性质的小说，但作者说呢，这是他的亲身经历。书中详细就描述了一个高度发达的外星文明社会的日常生活场景。而书中除了对外星文明的发达科技的描述呢，最吸引人眼球的就是外星文明对爱的极度追求。其实更感兴趣的是这个外星文明的社会形态与社会结构因为它让我们看到了人类文明发展的另一种可能性。在1985年的夏天呢，安徽的张祥前呢在农村的家里睡觉，被外星人就带上了飞碟，去了外星人的老家。想要知道张祥前是怎么被带走的粉丝呢，可以点击宇哥的头像去看第一部。张祥前就说呢，当我来到外星人的果克星球上的时候呢，首先感觉到自己的身体非常重，很不舒服。原来他们星球的重力场是比我们地球要强的。很快呢，他们就有人工厂的计算机程序减少了我身体的部分质量，我的不舒服感立刻就消失了。他说我在他们的果克星球上感觉最不能适应的是他们过于艳丽的景物了。他们的地面是被特殊的材料覆盖着的，不让灰尘飘到空中。他们还有专门的空气灰尘的吸附系统，不停地吸附空中的灰尘，这样就造成了他们的空气很干净。你站在一个地方是可以看得很远很远的。他们的植物的颜色也很艳丽，植物上是没有一片枯黄叶子的。原来是他们的全球运动网远程的非接触式的就把将要枯黄的叶子全部都收集起来，集中处理掉了。他说在他们的星球看不到土，也没有土的颜色，这样就造成了你看到一切的景物的颜色都很艳丽，连他们的人的身体的皮肤的颜色看起来都极度的鲜艳，每一个都是粉嫩粉嫩的肤色，不存在看到一个人的脸上有一丝一毫的褶皱。他说我作为地球人看惯了泥土的颜色，看惯了土色，对到处都是这种极度艳丽的景色就很不习惯，而且他们还会影响我当时的心情。有一次他们带我去了一个特殊的空间区域，虽然还是在他们的主星上，但是在这里的光线就很暗淡，每天都好像是阴天，天空像是被涂上了一层青灰色。他们有很多不同的时空区域，有的地方的天空的颜色是偏血青色的，有的地方的天空的颜色是偏紫色，那有的地方的天空颜色是偏淡红色的。不同天空的颜色表示这里生活着不同种类的怪异危险的人种。我一开始以为他们是用特殊的气态物质在空中染上了颜色，我心里就想这样做多么浪费后来他们的全球信息网客服告诉我实际上这只是人的一种幻觉。每一个人只要走到这个空间区域全球运动网和全球信息网会在这个人的大脑里制造这种幻觉，目的是警告进来的人这个地方是具有某种犯罪倾向的人聚集地。所以我一旦到了这些区域空中的这些颜色往往就给我有压抑的感觉，很不适应。但是在某些狭窄的地下空间一些特殊的颜色有可能是其他的一些特殊的物质，往往能够激发出人强烈的欲望。这个对我对果克星人都差不多的。在果克星球上没有农业，他们的人需要的营养物质可以完全的被身体所吸收。在他们的全球运动网和全球信息网的控制下远程非接触的自动瞬移到了他们身体的内部，所以他们就不吃饭不喝水。而我在他们的星球上刚开始是吃食物的，明显是他们高度加工过后的食品，无法判别是什么食材做的。后来我也就不吃饭不喝水了，但没有饥饿和渴的感觉，可能身体也是获得了他们远程瞬移来的营养物质了吧。果克星人对我们地球人的语言掌握的是很好的，在和我的对话中他们甚至用到了我们的方言、口语、俏皮话，对我们地球上的人文历史也是非常了解。地球上的名人他们张口就来，他们说话我虽然一句也听不懂，不过他们会用一种截屏技术相当于翻译器不过是虚拟的，但是起到了翻译的作用，可以把他们的语言翻译成我理解的汉语，远程非接触的直接就输入到了我的大脑中，也可以把我的语言翻译成他们听懂的语言，直接输入到他们的大脑中。他让我看到他们可以和其他星球上的动物频繁的对话，和动物的对话的难度肯定大于和我们地球人之间的对话这样的话你应该就能够领教到他们与不同的物种之间的强大的沟通的能力。外星人说通过人工肠扫描一个地球人的大脑，就可以把这个地球人的所有的记忆、思想、意识的信息全部都调出来。他们只要绑架几个地球人通过扫描这几个地球人的大脑，
就可以掌握地球上很多种语言、社会、人文等各种方面的信息了。外星人说，我们果克星球上是没有老师和学校的，他们获取知识呢，就如同我们的电脑下载东西一样，只要掌握了人工肠扫描技术呢，就可以非接触式的把人的思想意识和互联网连接起来。由于他们的科技发达，他们就可以治愈任何一种疾病，而他们的躯体呢，都是由人工培养或制造的，而他们的意识呢，可以数字化之后储存在电脑的系统中，只要下载到躯体中呢，就可以使用了。果克星人就是通过这种方式来实现永生的。他们造成的结果呢，就是在果克星的文化中缺少了他们对死亡的恐惧。没有对死亡的恐惧呢，也就失去了对生命的珍惜与尊重嘛。所以他们连死亡都不存在的情况下呢，那也就只剩下了对欲望的追求了。当然，我们不能够用地球人的观念来评价外星人的对错，我们只是来做一个比较嘛。物质的发达没有生存危机的忧虑之后，就可以有两种选择：一就是追求精神层面的发展，二是呢追求感官欲望的满足。显然呢，果克星人选择了后者。社会关系的简单，没有生老病死，没有血缘与亲属、夫妻关系。果克星人的社会关系呢是网友、朋友、上下级领导关系。血缘关系呢是一种代替传承的社会关系，而物质层面的传承呢也造就了精神与文化层面的传承。所以血缘关系的缺失呢，也就造成了精神文化层面没有传承。同时呢，血缘关系也带来了家庭亲属关系以及相应的责任与义务。显然果克星人是没有这些的，感觉呢他们就像是一群由代码构造而建成的那种个体意识，或者是代码构造控制的生化机器人。当然他们也是有独立意识的，他们也认为人与人最大的区别呢就是意识，因为他们的躯体呢是可以自己选择和改变的。我们猜测这与他们的文明的发展历程是有关的。他们的发源地迎新毁灭于核子战争，而核战造成的结果呢就是基因突变。原来的有机身体的变异呢，使得他们发展了改造了自身的基因。一方面呢，他们有能力改造自身的身体；另一方面呢，他们也失去了进化的能力了，或者说是他们主动放弃了进化的能力，因为他们把内脏器官都去掉，整个身体呢只是一个空腔，所有的进食、消化呢都通过外部的空间网络直接输入可吸收的营养成分。作为拥有躯体的个体生命呢，他们也无法脱离网络独立存活的。第二点就是他们的社会运作的基础设施就是网络。果克星没有国家，整个星球是一个整体，他们拥有全球性的基础设施呢，来维持整个社会的运作。这种基础设施不是地球人想象中的公路铁路、能源电网这样的有形的设施，而是两个无形的网络，就是全球信息网与全球时空传送网络。那信息网络类似于地球人的互联网，但是这个网络要强大得多，它其实是一个意识网络，可以实时的监控你的意识活动，并为你提供你想要的服务。而实物层面的服务呢，是由时空传送网络来提供的，可以把你想要的东西呢瞬时传送到你的手上，也可以把你呢瞬间传送到全球任何你想去的地方。果克星人不吃东西，身体内的营养都是依靠时空传送网络补充到体内的。而这两大网络背后的基础设施呢，则是能源保障，他们的能源是来源于恒星。那小说里面描述的是收集恒星辐射的能源，类似于我们采集太阳能。由于所有人的生活生存都严重的依赖这种基础网络的服务呢，一旦中断就将是毁灭性的打击。所以果克星人也是发展出了高度发达的科技来保护他们自己的星球不受外部的攻击。小说里呢只提到他们有专门的探测器监视外星球入侵的行为，而他们的探测器呢可以探测到万亿光年之外的星球。而张祥前之所以被果克星人绑架呢，也是因为他们在监视地球时发现有更高级的外星文明入侵了张祥前的大脑，他们想研究张祥前的大脑是否还留存部分的记忆，这同样也说明了果克星人的科技是非常发达的。那第三点就是法律与道德的约束了。果克星社会是没有法律与道德观念的，他们不依赖自我意识控制自己的行为与欲望。他们的行为呢，除了受自我意识的驱动，也受全球信息网络与全球时空传送网络的影响。那信息网络会评估某个果克星人当前所处的风险，并通知他；而时空网络呢，有能力在危险发生的时候把这个果克星人瞬间传送到安全的地方来摆脱危险。我们认为这背后有一个张祥前未提及的更深层的基础设施，那应该就是一个高度发达的人工智能 AI 在掌控着这一切。某种角度看呢，这一套系统就替代了法律的事后惩罚，
道德的事前约束，效率会更高，规则更统一。这就让我想起了搞区块链的人提出了一种观点，就是代码即是法律。当然 AI 的算法规则呢也是可以调整的嘛。有意思的是，算法规则的调整是由相关领域的网络论坛讨论来决定的。果壳新人在网上有很多专业的领域论坛，有许多的志同道合、有相同兴趣的人参与共同维护。那么这种社会的形态，他们是更开放、更灵活的。当然，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呢，也有不同的社会管理方式，也是很正常的。那第4点就是平等与不平等了。前面描述了果壳新人在网络上参与论坛管理社会体现了他们的平等的一面。但另一方面呢，他们也将人划分了等级，比如拥有实际身体的人与虚拟人。果壳新人呢有100亿人口，只有10%的人是拥有实物身体的，其余的人都是虚拟人。那果壳新人就认为，虚拟人其实都是现实的失败者，躲到了虚拟世界中。但也有可能是因为果壳新人呢长生不老，所以他们个体之间掌握的知识与技能的差别是非常大的，会是一个很难跨越的鸿沟。而果壳新人呢，还有将犯罪倾向的个人呢，都聚集在一个区域内。他们的科学家呢，也通过基因技术研制与外星生命结合不同的实体人种。那么这些人种估计不会被视为果壳新人的公民。当然了，这也与他们对人的这个认知观念是有关的。他们认为呢，外在的躯体呢，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意识上的不同。那第5点呢，就是他们的经济体系了。尽管比人类呢先进上万年，果壳新人不再需要为生存操心，但是果壳新人的社会呢，仍然有类似于地球人金钱和财富的值，每个人都拥有财富值。那一些社会活动呢，仍然需要使用财富值来购买。只有少数的果壳新人呢有工作，大多数果壳新人的主动社会活动呢，就是休闲娱乐、游戏。虽然每一个人都定期会获得一定的财富值，但要靠自己赚取财富值呢，也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情。与人类社会依赖经济增长不同经济的活动呢，不是果壳新人主要的社会活动，他们的社会发展可能处在于一个平衡或缓慢发展的一个阶段。主要依据呢是有2点，一呢就是大多数人只是娱乐，根本就没有参与到为社会发展做出贡献的社会活动中来。第二是社会发展的依赖科技呢，所以他们非常尊重科学家。但是小说的最后写到呢，他们的大科学家认为他们已经掌握了宇宙的终极规律了，物理学很难再有突破。如果科学发展缓慢甚至是停滞的话呢，也会影响社会的发展的。不过果壳新人认为呢，数学的发展是无止境的。现在他们投入资源最多的研究领域呢，就是破译空间中隐藏的信息了。通过这项技术呢，他们可以了解到过去并预测未来。那么他们是如何预测未来的呢？下面就让我们进入张祥前与果壳新人的一些问答环节。张祥前就问外星人说，宇宙中到底有没有上帝、佛、神仙呢？外星人告诉他说，所谓的佛、道、神仙上帝呢，殊途同归，本质上呢，只是许多人共同创造的一组信息而已。你不能把佛、神仙、上帝看成是某一个人，也不能够看成是某一个物体，应该是看成是一组信息。那张祥前就问了，构成宇宙最基本的东西到底是什么呢？外星人告诉他说，宇宙是由空间和物体组成的，其余的通通都不存在。空间是无形的，而物体的物质呢是有形的。宇宙只有这2种东西，一个有形，一个无形，就好像太极八卦一样，又仿佛更像是量子力学。那张祥前又问了，什么时候外星文明会跟我们地球人对话呢？也就是真正意义上的公开接触呢？外星人说，当人类造出飞碟进行星际飞行的时候呢，就自然有外星人主动找来了。地球人没有掌握飞碟的技术，不能够造出飞碟，外星人就认为地球人没有发展到那种程度，就不够资格来跟他们交往。而外星人仍然只是暗中观察着我们，所以也就不会正式的和我们接触。而且外星人还用有没有飞碟呢来划分宇宙文明的等级。他们把一个星球发明了光速飞碟后，又经过1000年的发展，称之为1000年级的文明星球。一个星球发明了光速飞碟后，又经过了10000年的发展呢，称为10000年级别的文明星球。一个星球发明了光速飞碟，又经过了100万年的发展呢，就称为100万年级别的文明星球。一个星球发明了光速飞碟，又经过了1万年的发展呢，就称之为1万年级别的文明星球。那张祥前就问了，你们外星人最高的科技到底是什么呢？外星人回答说，人工场扫描技术，这个技术是非常强大的。第一，人工场扫描技术对飞碟照射的话，可以使飞碟的质量变成0，
飞碟质量变成0呢，就会突然以光速运动起来，也就是我们所谓的光速飞船的一个原理。第二点呢，人工场扫描技术可以使冷焊呢大规模的使用，比如说造房子、工业制造呢，速度100倍的提高，费用呢100倍的降低，可以在人类生产、生活、医疗的各个方面领域都来使用，也就是我们所说的1秒钟可以建造好房子的那种技术。第三点呢，人工场技术还可以在人体内进行手术，而不影响外部。手术的时候呢，不需要开膛破肚，就可以在人体内呢移走你想移走的物体，可以快速彻底的移走人体内的，比如说癌细胞病毒等有害物质。简单粗暴，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人类将解决所有的生病问题，人类将会进入无药物时代。那第4点呢，就是利用人工场扫描呢，可以创造出全球运动网络。而全球运动网建成呢，大家出门旅行只需要带一个手机，把自己运动的请求发送给全球运动网，而全球运动网就会用人工场扫描呢对一个人照射，这个人呢立刻就会消失，然后就会在自己想要去旅游的地方出现。第5点呢，就是利用全球运动网还可以使人员和商品在1秒钟之内出现在全球任何一个地方，包括在密封的房间呢，同样也可以做到。但是呢，全球运动网络的作用的范围只能在一个星球上，如果是跨星球的话，就只能做飞碟了。也就是说，我们所说的瞬间消失运动全球运动网络1秒就可以到达他们本星球的任何一个地方。第6点就是还可以利用人工场扫描技术呢来发射场能量，等于就是通过纯净的真空来导电，而能量耗散还低，对环境几乎没有任何的影响。用电器呢，只需要连接着闭合线圈就可以接收电能了。那线圈断开呢，就没有电能了。这样的方法呢，方便控制，也就是全球大规模的无导无线电器就可以使用。第7点就是人工场扫描设备对空间照射，通过影响压缩空间呢，进而可以把空间中的太阳光子吸收下来，可以在1平方米上接受上万平方米的太阳能，解决人类的能源危机，而且能源廉价，几乎可以是免费的，也就是聚集太阳能接收器了。第8点就是人工场扫描技术可以使人体虚拟化，由光线组成虚拟人体呢，会在地球上呢大规模的流行起来，也就是虚拟建筑和光线以及虚拟人体了。第9点呢，就是我们可以把食物储存在时空冰箱里，虽然里面的温度和外面一致，但是这种时空冰箱在人工场的照射下呢，我们在外面已经过了1年了，而里面的时间呢，其实才过了1秒。所以这种冰箱的保存食物的保鲜程度呢，是普通冰箱望尘莫及的。反过来呢，里面过了1年呢，外面呢也才过了1秒，也是可以实现的。所以时空冰箱基本的原理呢，就是人工场呢对空间照射，可以改变一切事件的时间流速的快慢，这就是传说中的时空冰箱了。那第10点就是我们还可以利用人工场扫描技术来进行意识读取，储存人的意识和思维，是人类大脑中的运动的带电粒子以及离子的运动形式，会对空间施加扰动效应。人工场扫描设备发出这种无形的物质呢，就会深入到人的大脑内部，可以无损伤的扫描记录这些空间扰动的效应，这样就可以读取记录人的意识和记忆的信息，从而呢进一步把人类的意识信息拷贝下来，数字化之后储存在电子计算机当中，待几百年之后，人类的技术发展到一定程度呢，再把这些意识信息安装到某一个生物体上，这样呢就会使得人类复活。那这样的人呢，长生不老可以变成现实，相应的呢，未来的学习模式也将会彻底改变。想要的知识呢，直接会下载到大脑即可。这就是一种意识读取、储存以及场扫描的技术。说完呢，外星人对张向前说今天呢你参观了1天星球应该也累了，剩下的问题呢，我们明天继续。讲到这里呢，这本科幻小说的第2部呢，宇哥也就讲完了。别忘了关注宇哥看更多的后续内容哦。